他明明长得倾国倾城，结果单身50年的老光棍却看不上他。很好，正是这老鸨的一番心意，新鲜的送给您享用。我心脏你喜欢，留给你。大胡子喜出望外关上房门，可正当他准备得逞的时候，梅若华突然从身上拔出匕首，狠狠刺在大胡子的脖子。等待他们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梅若华已经逃之夭夭，随后立即派人去追。此刻的梅若华没有半点武功，根本逃不掉，结果就是被一群男人揍得口吐鲜血。还好旁边有竹竿，他猛地将所有竹竿推倒砸过去，终于是有了机会逃出去。他一路往森林深处逃去，打手们举着刀紧追不舍。终于梅若华吐血跑不动了，可巧的是他正好倒在了正在疗伤的黄药师的旁边。黄药师只是运行了一口真气，打手们就瞬间全被击倒，反应过来是连滚带爬的逃跑。梅若华见此立即下跪，请求他收自己为徒，教他武功。黄药师见他真诚又可怜，于是当即教了他3招，并传给他一注内力，希望能让他去了结恩怨。自此，梅若华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变成了武林高手。他立即回到勾栏院去杀灭门仇人邱云海，可对手太强，没过几招黄药师给他的内力就用光了，结果又被暴揍一顿。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，黄药师的妻子冯恒又看见了他。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弱女子，你们还要脸吗？可冯恒不会武功，保护他的红姑眼看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就在男人要一刀劈了冯恒时，梅若华二话不说，起身用身体把他护在身后。可就在刀还差0.01毫米劈开梅若华脑瓜子时，一道强大的真气瞬间将男人弹飞出去。原来是黄药师来了，而这次冯恒决定带梅若华一同回桃花岛。自此梅若华成了黄药师徒弟，改名梅超风，自叫梅超风。而整个桃花岛的命运也开始转变。第一次睡在柔软舒适的床上，梅超风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小时候父母被杀害的情景不停浮现在眼前。原本他也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每天过得无忧无虑，父亲也是有名的商贾。可父亲的兄弟为了得到家产，在梅若华生日当天亲手杀了他全家。你老子野心，我杀你！父亲，你这个白人！本以为他会逃过一劫，由于刚刚发出的声音被听见，接着被仇人抓住。为了赚钱，仇人直接将他卖入了青楼。而老妈子为了驯服梅若华，每天喂他吃死老鼠。直到10年后，梅若华已经年满16，老妈子将她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准备将第一次卖给最尊贵的客人。突然听到一位说书先生声称九阴真经天下无敌，九阴真经天下无敌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哎，你打习惯了是不是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如果把这张脸一共弄坏了，我拿你的命！老妈子把他带到客人房间，当客人掀开眼罩，他却一眼就认出尊贵的客人居然就是仇人邱云海。邱云海定睛一看也认出了他，脸上扬起得意的笑容，将他扔给了他的手下。他要他今生今世都活在痛苦中，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如今他终于拜了武林高手为师，他发誓一定要练武功。当看到2位师兄在院子里练武，他便叫2位师兄传授武艺。你有基础，可2位师兄见他没有武功基础，便让他去求师傅。这时师兄拿来一盒糕点想讨好师妹，不料梅超风看到糕点，就想起10年前他被卖入花楼的场景。天杀的老妈子为了调教他，居然每日喂他吃死老鼠。想到这他很是郁闷，现如今自己的能力又不能报仇，梅超风顿时很是憋屈。可周围又没人能理解他，他只能独自一人消化掉这些情绪。直到师兄陈玄风的出现，改变了梅超风的一生。因为陈玄风捣乱，导致今天梅超风不能和师傅习武。因为你，今日我都不能和师傅学武了，真是害群之马。但为了心中的那份仇恨，只见他独自一人过来找师傅，希望师傅能尽快传授武功。我想学桃花岛最厉害的武功。黄药师见徒弟没有武功基础，他便让徒弟从入门学起。而桃花岛入门功夫是碧波掌，现如今他没有心情传授，而碧波掌练得最好的是旋风，他便让梅超风找师兄学习。可是我想跟师傅学。看师傅如此坚定，他只能厚着脸皮找师兄，并且向刚刚的事情道歉。旋风见他如此有诚意，但心中还是为刚刚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他便开始刁难，让师妹把地下的桃花扫干净。紧接着，他用碧波掌打向桃树，杀那间花瓣层出不穷掉在地下。起先他还以为是故意刁难，直到师兄打出第2掌，梅超风才知道师兄不是真心传授，于是扔下扫把告诉他：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不想教可以不教，何必拿我寻开心？他的话让旋风很是内疚。当天晚上他便独自找师妹。哎，你是有求于人的态度。我没空和你耍嘴皮子。白天还来求人，晚上就不给笑脸了。你是夔州来的吗？变脸可真快。有话快说。为了博得师妹的原谅，他把武功碧波掌的秘籍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。而梅超风看到后高兴极了，他迫不及待地去看看，殊不知那不是真的。只见旋风拿出真的秘籍，随后扔到了桌子上。真是好屁！当他看到桌子上是孝经，顿时一肚子窝火。紧接着，他失落拿着孝经来到房间，却看到桌子上有一本书。他赶忙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碧波掌法秘籍。本以为又是师兄故意捉弄，用本假的秘籍调侃他，怎料他打开一看，根据掌法才确定，原来是本真的秘籍。面对没有学习武功的他，像是打开了武学大门，当场迫不及待的练习。
起，待到他学了个皮毛后，如今黄药师要带着妻子去桃花岛外旅游。梅超风也想跟着师傅一起出岛，可却被师傅拒绝了。等到师傅和师娘不在桃花岛，他和师兄玄风就偷偷下岛。梅若华来到花楼，不仅打断了歹人的手脚，还抓住了老妈子，打听到了凶手的住址。前方有马行，我们去马行买2匹马带着，1个多时辰便能到你们身上。为了不连累到师兄，他建议2人分头行动，让师兄准备一些干粮，自己则去马行买马。你是想甩开我，然后独自去云海山庄？我没有想到秋云海如今实力会如此强大，此行凶险，我不想连累。我不阻止你，但我不能让你独自去冒险，要么跟我走。面对师兄如此心意，他只能另想办法。于是他在师兄马上动了手脚，然后提出赛马比赛。结果师兄的马儿动弹不得。紧接着，他独自来到山庄，一招碧波掌干掉了刀疤男。随后来到大厅，拿出毕生所学，与仇人决一死战。你拜了东邪为师，将死之人不必知道太多。我要让你看看谁才是将死之人。接着2人在屋内大战300回合，而让凶手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梅若华仅在桃花岛待了2个月，内力居然和自己不分上下。我也不会输。可梅超风毕竟没有什么江湖经验，狡猾的仇人竟然使诈。原来不是自己内力不行，而是卑鄙小人用了毒。紧接着，他用脚狠狠地踩在梅超风的身上，一脚就能踩死。最终他疼晕了过去。就在邱云海准备痛下杀手的时候，陈玄风及时出现，并迅速带着梅若华离开。黄药师虽保住梅若华的命，但是下半生不能像正常人一般。梅若华得知自己已成废人，此时的他也是心如死灰。可大仇还未报，他尝试自己的内力，结果现实狠狠打击了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他无意间听见师父和师母的对话。师母从周伯通哪里获取到9阴真经，能克制丈夫的烈阳心法？可黄药师坚决不学。师母记得9阴真经里有一经断骨篇，他希望梅若华能够站起来，但是黄药师再次表示，这些话任谁也不许提。原来她一直都知道，丈夫为了治疗她体内的阴毒，身体已经受了很严重的内伤。黄药师不忍妻子流泪，便看了里面的绝学。他现在看的这一本其实是下卷，讲述都是功法，可若没有上一册的心法，只会让练习之人走火入魔。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让梅若华学的原因。梅若华又哪里知道师父是疼她？他无意间又再次听见仇人邱云海找不到自己，又掘了他父母的坟墓，想要报仇，他必须学习9阴真经。他希望师兄陈玄风能够帮他，并告诉他想要从师父手里拿到9阴真经。陈玄风很清楚，私自偷拿师父的9阴真经等于背叛师门，他还是没能答应梅若华的提议。谁料到了第2天，梅若华心有死志，决定了跳海。好在被陈玄风及时救下，为了心爱之人，他愿意做出任何事情，这里也包括背叛师门。直到这天，2人趁着师娘生辰当天决定动手。他们在酒里面下了药，可这时不知情的红姑拿起一壶梅毒的酒，想要分发众人。梅超风瞬间有些慌乱，趁着2人争夺时候，陈玄风故意打碎梅毒的酒水。师娘并无责怪，而今天是他的生辰，在座之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徒弟，更是他的家人。这番话也让陈玄风和梅超风内疚不已。可就在众人准备饮下时候，等等，莫风，你喝的是酒吗？哎，师娘，你放心吧，我跟你一样喝的是水。在喝的期间，梅超风如愿看到师父喝下，而黄药师因为功力深厚，最先感觉到不对劲。可此时为时已晚，随着黄药师倒下，众位师兄弟也纷纷开始昏睡。师娘诧异目光看向2徒弟，陈玄风将这酒吐了出来，再看向一直疼爱的梅超风，对方竟也没有喝下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竟会如此大逆不道。他们打昏师娘，接着到师父藏书阁拿到了9阴真经。临别前，2人对着桃花岛方向磕了头，因为他必须替自己父母报仇。却不知他们的莽撞，给桃花岛引来灭顶之灾。因为有人早已觊觎黄药师武功法，妻子被抓来要挟黄药师交出功法。这时男人吹奏笛子，徒弟们的心神被他操控，接着对着黄药师出手，而他也不舍伤害徒弟，处处留手。可这笛音瞬间影响到了自己，4个徒弟全被黄药师打断了双腿。就当他痛下杀手时候，妻子及时拦下，可惜他此时已经被操控。妻子这时流下一滴泪，黄药师也逐渐开始清醒，而操控之人瞬间被钉在树上。师父，求您原谅弟子吧。他不在乎徒弟们死活，仍然抱着妻子离开。妻子知道丈夫救自己，差些走火入魔，她不顾怀孕9月的身子，强行起身默写梅超风拿走的9阴真经，因为也只有9阴真经能够调息丈夫的内功。可惜她的身子太弱，导致孩子提前生产。看见丈夫在自己身旁，她却让黄药师保住孩子要紧。之后黄药师在外如同死了一般，而妻子也在屋内痛得死去活来。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大。可妻子执意保小，因为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体。冯恒知道她已经活不长了，
所以让孩子陪伴丈夫左右。之后孩子如愿生下，可妻子却已经永远离开了他。世间再无风恒，世间又何必再有黄药师？